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于朦胧事件正在全面失控，黑客组织突然公开放话，他们手里握有价值200亿的洗钱合同，还有疑似真凶的供词录音，准备翻译成56种语言，全球同步曝光。这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新闻，而是一场要把黑幕彻底撕开的资讯战。更惊人的是，传言直指彭丽媛的山东老同学和慈善圈关系链，甚至牵出了他的名字。而就在同一时间，前总理温家宝罕见发火，怒斥蔡奇，让全中国人都闭嘴，这是要被历史清算的。黑客出手，彭丽媛被牵连，温家宝怒斥，三重震撼加在一起，让于朦胧的悲剧彻底变了质。这已经不是一场娱乐圈风波，而是4中全会前夜中共接班人之争的一颗引爆炸弹。在真相被封锁的世界里，传言成了他的孪生兄弟。最新一个炸裂的说法，宋伊人的后台竟然扯到了彭丽媛，而他的母亲更被指是彭丽媛山东帮的重要骨干。宋伊人这个看似清纯的小花，怎么就突然跟国母扯上了线？瓜就是这样一步步串起来的。宋伊人因主演《遇见王沥川》走红，被粉丝称作小林依晨，在内地坐拥数百万粉丝。虽然不算顶流，但他有固定的追随群体和市场声量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名字一旦被卷入于朦胧事件，自然格外耐人寻味，也难怪会在舆论场上引爆震动。传言指向了一张更大的网。据传，彭丽媛在山东运城一中有个同班同学叫边祥慧，边祥慧的仕途一路上爬，当个山东威海和济南的市委副书记。不过现在他已经落马了。还有主持人居平也是山东人，早前经常主持彭丽媛的慈善活动，而加拿大归侨游小华就是通过居平和边祥慧进入了彭丽媛的圈子。游小华是谁？网传是宋伊人的妈妈。这么一绕，关系链似乎呼之欲出。更惊人的是，于朦胧身边的传闻名单里还牵出了更红的名字辛奇，被说成是习近平的远房亲戚，或是蔡奇的私生子。酒局里甚至还有蔡奇的另一位隐形公子蔡以家，再加上高度疑似亲王的习近平。这场饭局表面上是娱乐圈聚会，实际却藏着中共高层的惊天黑幕。据传于朦胧在生前其实握有一条惊人的线索，某些头部娱乐公司不仅仅是赚明星钱的娱乐工厂，背后更牵扯到国际军火交易和洗钱操作。单纯的于朦胧被迫卷入这些内幕，一旦坐实，就可能动摇某个红色家族苦心经营多年的黑金帝国。越是遮掩，越显得心虚。究竟是害怕瓜继续发酵，还是怕某些名字被人对上号？这种紧张的动作本身就像一个无声的暗示。于朦胧的冤案，高层确实有什么不敢见光的东西。自媒体内参爆料，蔡奇日前口头下了密令，严禁外界讨论于朦胧案，还要求彻底封杀一切相关消息。中宣部和网信办表面跟进，全面加强网络管控，冠冕堂皇地打着净化网络环境的旗号，其实就是要让全民失声。可这一套粗暴操作马上引爆高层震动。有爆料称，前中共总理温家宝发火怒斥，让全中国人都闭嘴，这是要下地狱的，是要被历史清算的。蔡奇本想灭火，却把火浇得更旺。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传送，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，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
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，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北京当局下令全网封口，不准讨论于朦胧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把民情舆论压到中共4中全会结束之后，而4中全会正是外界传言的习近平接班人之争可能爆发的舞台。换句话说，封杀舆论不是为了娱乐圈，而是为了高层博弈。有人害怕这桩冤案扯出的名字和真相会让仕途和政局一夜变天。习近平恐怕是不行了，习家军的6个政治局常委也都有可能成为接班人，这个局面注定彼此掣肘。也正因如此，才会出现对于朦胧案如此不寻常的网络风控。这不是单纯的维稳，而是精心设局，刀光剑影。多方消息，这场冤案一开始就有人设局，剑指蔡奇。原因很简单，蔡奇的儿子们早就沉迷于畸形的派对，圈子里人尽皆知，政敌早已握住把柄，只等时机放出。更细思极恐的是，于朦胧案流出的视频不仅清晰，还有长焦镜头、定向收音，甚至捕捉到室内的叫声和对话。这不是路人偷拍，而是专业监控。有人早就布好摄像头、录音机，等坑爹的蔡奇儿子们中招。还有更猛的爆料，这背后不只是政治设局，而是军方情报部门的跟监。谋害的全过程都在专业设备的记录之中。于朦胧案之所以一步步被揭开，背后还有习家军和军方博弈的结果。中共权斗的熊熊烈火已经烧尽了中南海。于朦胧蒙冤，不仅让人看到娱乐圈的肮脏，更让人看见中共高层的残酷。当影像中的叫声传遍网络，老百姓终于怒了。这已经不是潜规则能解释的肮脏，而是血淋淋的政治陷阱。于朦胧案不是偶然，它是权斗的缩影。封杀的不是舆论，而是接班人之争的真相。最新消息来了，现在居然连黑客都出手了。有黑客组织已经拿到真凶的核心资料，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真相存盘库。他们放话，准备把价值200亿的洗钱合同、凶手的供词录音通通上传到暗网，并且翻译成56种语言，要做到全球同步曝光，让黑幕彻底裸奔。这意味着于朦胧之事早已不只是娱乐圈的丑闻，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资讯战。舆论的角力已经升级为善与恶、真相与黑幕的正面对决。于朦胧离奇离世，案情可能牵扯中南海高层，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网络封杀，还有红色后代被约谈。一位自称红后代的博主林北川爆料，他因替于朦胧发声，被从香港紧急召回北京，并遭软禁。早在9月12号，林北川就自曝有不明人士威胁他删除关于于朦胧案的文章，他当场回怼，绝不删文，还放狠话，你应该清楚我是红几代。9月18号，他又爆料说，针对于朦胧事件，某处下达指令，不予关注，不予讨论，快速解决。随后，他所有相关内容被清空。9月19号凌晨，他再度发文，称自己已被香港召回，手机将被没收，微博更新无望。此后，他的抖音账号也被禁，但仍靠修改简介报平安。9月22号，他的朋友阿苑爆料，因为拒绝签署官方声明，他的账号被全网封禁，学业被耽搁，但人身安全暂时无忧。更惊心的是，有截图显示，他在抖音曾留言家属已签谅，疑似透露家人已在压力下签署保证书，他本人也再难发声。不久后，这些讯息在抖音账号中消失，直到9月26号，他才在微博短暂现身报平安，感谢网友关心，但字里行间
透着被迫晋升的无奈。虽然被封口，林北川仍透过书法暗藏心声。他送给网友一幅字，自称写的是春池烟韵。然而眼尖网友却看出笔画玄机，直呼这分明是去他妈的。评论区一片叫好，真有才，暗骂当局妙。据网民爆料，林北川是一名红三代，连红色后代都被迫晋升，只能靠书法打擦边球，暗骂当局，足见于朦胧案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。这或许是一场触碰权力核心的精心博弈。于朦胧意外离世，官方的解释只有4个字：饮酒意外。没有监控，没有调查，没有警情通报，甚至没有给公众一个最起码的交代。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草草处理了。连公众人物都能如此意外，那我们普通人呢？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被制度化的体制里，恐惧制造了沉默。我们以为不说话、不表态就能安全，可现实一次次证明，沉默从来保护不了任何人。今天你沉默了，明天就会有人来告诉你，沉默还不够，你要表态；表态还不够，你要歌颂。这不是选择，而是高压体制下一步步的强迫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共对新闻和舆论的全面掌控，官方媒体只留下单一版本，网络上的任何质疑声音被删除、被封锁，甚至全网禁言。不利信息被过滤，讨论被当作挑衅。当真相需要被掩盖，谎言就成了唯一的叙事。我们看到的不是事实，而是被筛选后的幻象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谁又能真正幸免？于朦胧是一面镜子，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什么？铁拳之下，人人自危；独裁之下，真相被掩盖，舆论被控制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。今天的他，明天可能是任何一个你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孩子。为什么不能沉默？有人说，别说话，别惹麻烦。可是沉默能换来什么？换来更大的恐惧，换来更肆无忌惮的高压。退让只会让铁拳打得更狠，沉默只会让独裁走得更远。敢发声的人虽然付出代价，但至少让社会不至于被完全吞噬，至少提醒我们还有人在对抗恐惧。我们纪念于朦胧，不是为了单纯的悲伤，而是为了警醒自己。沉默无法保护你，真相值得被追问，独裁必须被问责，自由属于人民，不属于红色权贵。我们要记住于朦胧的悲剧，因为当我们选择不去看、不去问、不去说，最终被吞没的将是我们每一个人。于朦胧事件是一个警钟，沉默不是避难所，而是坟墓。真正能对抗恐惧的，不是退让，而是一次次有人站出来，有人发声，有人呐喊，有人拒绝遗忘。我们不会忘记他，我们不会沉默，因为沉默不能保护任何人，而真相是唯一能让人自由的东西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